大家好，今天重磅来了，没错，就是大有克洋的《童梦》。虽然网上预订快速又方便，但在书店里挑到你觉得品相完美、八角尖尖的书，然后直接把它带回家，岂不是更令人兴奋？当天我一收到书店通知，下班后立刻火速到书店，但转了半天愣是没找到。结果一转头就看到这小海报，果然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拿下！拆开外层的塑封，里面还有多一层。这是塑封上的宣传小贴纸，暗示着大有克洋全集的出版将持续很久。童梦价格为2970日元。塑封上能发现有2个透气孔。OK，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角。先把广告纸和宣传单拿出来，放一边，快速浏览一下，给你尝个鲜。尺寸方面，书既不是 SOS 大东京探险队，也不是 Akira 的大小，而是在二者之间。知道这个尺寸属于什么标准的，欢迎下方留言。尺寸略为宽18，长25，厚2公分。我们再来看看刚刚放一边的广告纸，里面有一张活动明信片、一张印证票以及一张贴纸。大有克洋为 Otomo 的 Complete Works 大有全集所创作的限量版印花 T 恤，得到的申请方法是从大有全集第1期全11卷中所附的申请单中剪下正面左侧的所有方形印证票，并将11张印证票全部粘贴在活动明信片的指定位置，随后在截止日期前寄给讲谈社就可以了。注意，奖品只能在日本境内运送，不在日本的朋友可以问问你当地的书店，看看是否有代寄的服务。书的封皮用的是乙烯基塑料，对于这个材料，许多读者的反馈褒贬不一，因为乙烯基塑料放久了会发黄和变质。但大有克洋坚持使用这个材料，到底塑料封皮是对还是错的选择，只有时间能证明了。但话说，没了封皮，这本书是不是就变得好没特色了？之前提到的塑封有2个透气孔，相信就是为了保护塑料封皮，避免粘住其他一起摆放的书本吧。OK， 我们把书皮放回。童梦荣获1983年第4届日本科幻大赏。有趣的是，在他之前获奖的清一色都是小说。童梦成为获奖的第1部漫画作品。此后，只要是有关科幻的作品，不论媒体或艺术的种类，都是本奖的受奖对象。像是动画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或电影《攻壳机动队2 Innocence》之后都获奖过。童梦的另一特点就是一个字，绝。绝版的绝。无论什么版本，波兰、加拿大、
美国、西班牙、中文、日本，全都是一物难求的绝版品。其中，双叶社豪华版更是收藏品中的王者。这次讲谈社出版的大有克洋全集，相信可以弥补许多人的遗憾。大有克洋也呼吁大家不要高价买黄牛书，因为这次的出版不会只有一刷。你可以从东京的公寓自杀事件，到1973年的电影《大法师》里的恐怖元素，了解到大有克洋是如何构思同盟。这里我想吐槽一点，就是这次的同盟解说部分没有英文翻译，而日文的排版又是竖向，导致不会日文的读者，就算用谷歌翻译器，也根本翻得乱七八糟，词不达意。大有啊大有，你怎么就不照顾一下国际市场呢？相对于 Akira， 我个人更喜欢同梦。第一是故事情节更紧凑，也更简单，就是一个有超能力的老顽童长博以杀人为乐，直到遇到了另一个也有超能力的女孩月子，最后长博被反杀。同梦没有如 Akira 宏大的世界观，也没有太多复杂的设定，但人物性格特点突出，主题依然是大有克洋一贯的道德和力量。第二，同梦是我真正意义上最早接触到大有克洋的作品，当时是老师提到的一部漫画，作品里面超级精湛的构图和细腻的画工，完全惊到了当时16岁的我。它震撼到让我感觉到这已经不是漫画了，是电影。连载时每一话的开头都有一幅插图，这次的版本第4话的插图就是之前单行本的首页，第3话的插图则同时被放在了这次首页，还上了色。第2话的插图比较特别，是不是看起来怪怪的？因为这是一张 Y 像图。书的最后部分有解说，第一眼看不出个所以然，但只要放上一个反光的圆柱体，图像的轮廓就能看出来了吧？我们找另外一个更小的瓶子来试试，效果更明显。这种畸形透视技巧其实很早就出现了。1533年的油画，出访英国宫廷的法国大使就使用了类似画法来隐藏骷髅头。第1话的插图感觉就和同梦故事主题没什么关系，更像是大有克洋之前的插画作品。孩童身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，然而大有克洋很清楚，这种可能性绝不是一味的美好或光明，而是会向任何方向急速发展的可能性。如同白纸可能成为绚丽的图画，也有可能绘出地狱般的景象。长博的确是杀了无数人的凶手，可月子受到强烈刺激后的疯狂，也使他毁灭大厦，杀戮众人。这时候他也与长博无异，都是践踏人命的怪物。这即是孩子们身上的那种可能性或多变性。一方面，他们受成人体系影响较少，不必遵守大人世界的诸多游戏规则，因而少了很多束缚。另一方面，他们缺乏清晰的道德观和自制力，因此当他们掌握了某种力量后，可能是造福人类，但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Akira 里同样也传递了这个概念。孩子的可塑性很强，可以成为珍贵的宝石，也可以成为可怕的怪物。从后一点说，孩子们的残忍是在于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残忍。月子可以救下被长博摔下的婴儿，可以震碎玻璃来阻止煤气爆炸，挽救众人，也可以因为受刺激抓狂而瞬间杀死数个无辜的人。这些正体现了那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的不确定性。这次的大有全集
还恢复了原本的彩页。日本漫画使用的双色页，主要原因是为了控制印刷成本和缩短漫画家作画的时间。但能把双色页运用得如此震撼的人，你说还能有谁？童梦发表于1980年1月19日，42年后的今天，经典重现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